早知道让你早点穿上，一定没急了。仲达，仲达，你赢了。子建夜闯皇宫，纵马驰道，公然犯下大罪。父亲虽然不忍心废除他，但已向天下公布了他的罪责。现在，他再也没有资格跟我争了。不，是你赢了。追查福丸叛逆的事，曹公交给你了吧？但是父亲说，杨修检举有功，让他一起查。好啊，那公子可要帮助他好好的查，仔仔细细的查。可是我们晚了一步啊！这次让他立了大功，他不会帮着子建死灰复燃吧？不，他只会调查出自己的死期。答应我一件事，不要让他们损坏我父亲的遗体。我还是皇帝，我一定会保护你家，会保护你。我身为皇后，最后的尊严就是不能再拖累你了。这样的罪名，曹操他不会放过我的。陛下，千万不要因为我出卖汉室，否则我会死不瞑目的。千万不要这么说，一定会有办法，一定会有的。陛下，这一次是臣妾对不起你了。皇后，皇后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不哭了。
福完已死，此事理应到此为止啊！再查下去，对主公可是大大不利呀！主公好不容易才与汉室达成这样和平的局面，一旦罪及皇后，主公可是难逃以臣欺君的罪名啊！汉室与主公，可就真的势不两立了。主公难道真的想看到许都沦为战场吗？那主公与陛下的努力，可就付诸东流了。令君光顾着维护皇帝，可是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？一面欺骗姑和谈，一面在谋划刺杀姑在城内，行刺、兵变，他们是要姑的命。那都是汉室老臣自作主张，与陛下无关呐。主公早已明察于心，为一二迂腐之人所葬送，成为主公不值啊！汉室老臣，姑怎么忘了？令君也是汉室老臣呐。若是福完成功杀了姑，令君会怎样？是不是到汉章殿去山呼万岁，恭贺汉室获得重光？臣为主公大业，殚精竭虑。既然主公对臣起疑，臣就不便多说了。臣先告退。臣拜见主公。崔尚书也是为皇后之事而来吗？不，臣是来禀报和孔少府操办的巨儒大会一事，原本打算在2日之后召开，不知是否还如期举行？还是崔尚书豁达。天下太平，如此好事，当然要举行啊。臣遵命。孔融对巨儒之事很上心。是，这是迁都以来首次举办的巨儒大会。虽然说这是一次民间的士林之事，不过也是儒学彰于天下的一次盛会。孔少府作为孔圣后人的士林领袖，自然会对此事呕心沥血。甚好。那崔尚书就配合孔少府把事情办好。他提什么要求，都答应。圣贤嘛，就该干圣贤的亲贵事，别让他再为凡俗琐事分心。孔融若能不为皇后的事闹腾，那便是崔尚书的功劳。主公，臣想再多问一句，不知道主公您打算如何处置皇后呢？谋反该如何处置？臣明白了。
上次陛下占了先机，这一次对不起，臣要冒犯陛下了。福完谋反，证据确凿，论罪，当诛3族。臣请陛下割爱，赐死皇后。谋反，真是新奇。这世间岂有皇后谋反大臣之理？我汉室杀的皇后嫔妃也不少啊。如果朕不肯呢？曹公意欲如何？起兵逼宫吗？臣先为丞相，后为公爵，有匡正陛下之责。陛下若一意孤行，徇私枉法，大臣也可轻君侧。好一个清君侧！我汉室以清君侧起兵谋反，身败名裂的逆臣也不少。陛下这是要和臣兵戎相见了？都是曹公逼的。为了陛下许诺的形式，臣忍了很久。陛下身世不正，臣忍了。汤营行刺，臣也忍了。臣一退再退，换来的却是福安等人的穷追不舍。这一次，臣不想再忍了。那曹公可曾想过这乱源在何处吗？若非你数年来以兵权镇主，又岂会和汉室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？曹公心中还自以为是汉臣吗？这次臣倒是明白了到底乱源何在，就在皇后。也许陛下有合作的诚意，有太平的期望，但是以皇后为首的一帮乱臣，他们没有。当初，他们为了隐瞒先帝之死，找你来偷龙换凤，不就是为了对付臣的吗？如果陛下想让臣离开许都，就清了这个乱源。你放肆！你是臣，皇后是君，以臣犯君者，朕现在就可以昭告天下秦王。好啊，那陛下再下一次衣带诏，这次召谁来秦王呢？刘备、孙权？你又想当谁的傀儡了？如果你要为一个女人让中原血流成河，臣奉陪到底。陛下万岁！
看来曹公一点都不担心陛下了，都许你随便出宫了。陛下此番前来，是要铲除逆臣吗？我是想来看看，我认识的仲达到底是个怎样的人。公子，吃饭了。放下，天大的事情等我吃完饭再说。是。自家厨子做的糕点，不尝尝吗？吃点点心吧。先吃这个，这个好吃。好吃吗？嗯。仲达，我知道你找我来做什么，我还是不信。没什么可不信的，道不同而已嘛。我来是想跟你说，我现在连一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了。如果我现在退位，曹操能放过皇后吗？退位，回家，你就打算这样解决吗？我不能与曹操开战，但是也不允许他伤害皇后。你现在也体会到丧妻之痛了。你如果恨我，可以杀了我，但是与皇后无关。杀你？杀你我还会落个弑君的罪名，我这不找死吗？你想追求自己的人生，走自己的路，没关系，你我战场相见也没有关系。可你为什么一定要对皇后下手？我才不屑于为了折磨你而出卖福丸，只是福丸恰好帮了我的忙。我一直都是这样，我有我自己的方式，我爱的人和我的家人。我曾经改变我自己，为的是成全你的理想，可是后来我发现我错了，所以现在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摆布这场乱世。仲达，我不想你变成一个恶魔。雨禾，想救皇后，有办法呀。你只要抛弃你的仁爱，你的仁慈，你就能够救她。跟我出去散散步，消消食吧。
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乾隆观。知道是什么人建的吗？是崔尚书帮助孔融，为了这次巨儒大会所建，起名为乾隆，是为了和白虎观并称。孔融想让这次的巨儒大会与白虎观通义一样，千古留名。没错，可是他没用青龙做名字，而是用了乾隆。初九，乾隆，勿用。孔融在比喻朕的弱小和曹氏的专权。那你猜猜崔琰和孔融要用这个地方做些什么呢？为了明日的巨儒大会，用手推一下。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这不是孔少府和崔尚书亲自督建的吗？是啊，鬼斧神工的成果。这柱子是搭上去的，上面涂着易燃的清漆和桐油。那么只要砰，大火一起，大殿一倒，这殿里所有的士子就会死在这儿。到时天下人就会质问，是谁酿造了这起惨祸？这些士子们前几日可刚刚抗议了曹操，士子的家族会怎么想？这天下人会怎么想？你们是要用这数百士子的性命来陷害曹操？没错，现在所有人都在用最有效的办法帮助你。烧了乾隆观，这天下的怒火就可以让曹操却步，而你就可以救你心爱的皇后了。我不会让你们这么做。这话呀，别说得太满。你不是跟你心爱的福寿有过海誓山盟吗？怎么，不想救你心爱的女人了？啊？你只有这一条路，走与不走，就看陛下怎么选了。陛下，魏国公有令，请陛下止步。叫魏国公废了朕以后，再对朕的宿卫下令。陛下。朕错了，害死了国丈，也害了你。不是说好了不说这3个字了吗？不是我们的选择错了，是我们都无法违背自己的心。我选择了你，也就选择了你的道。理想
和爱情都太美好了，一旦见过、碰过，就再也无法离开他们而活下去。从我爱上你的那一刻起，就已经没有办法再欺骗自己，违背自己的心了。杀戮无辜，不能换来理想，只能换来行尸走肉般的苟活。我希望你永远爱着现在的我。你能来，我便很高兴了。这一夜，就让我忘记过去，忘记将来，只是跟你在一起，好吗？卢兄，好久不见，卢兄，请，走。崔继贵，我让你去找曹操救皇后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少府，您忘了，今日是巨儒大会，您不去，下官还要去。皇后已经被曹操囚禁，天崩地裂之前，你还要去开什么巨儒大会？你是和荀彧一样被曹操吓破了胆子吗？这次可是关乎到国家存亡的一场聚会，少府，您觉得以当下的局势，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？面对曹公，是劝、是求还是征召？您觉得这些对曹公还有用吗？劝谏无用，还有死谏；死谏无用，还有挟天下公论抗衡。士林那些不曾流干，就容不得逆臣欺君罔上。现在曹公正是盛怒之时，而且又占据了绝好的理由。曹公从前那些妥协，也只是对陛下和局势的妥协。少府，您的那些办法，这次不管用了。我辈读圣贤书，
只问义与不义，不问有用无用。少府，我这次做的事情就是有用之事，我想求少府用你的笔意来帮助我实现。什么事？如果今日乾隆观出了什么事故，我跟那些士子们都死在里面，那一定是曹操所为。我想请少府用你的笔，让史书和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天下文脉是因为反曹而遭受到屠戮。将来营救皇后的事，就交给少府吧。曹操要在会上杀人？等等，都死在里边。乾隆观是你修的，不行！崔琰，你疯了！我没有疯，我这样做完全是因为连圣贤书上的道义都救不了皇后与汉室了，所以我只能用适合这个乱世的方法去解决。那也不能用那么多学子去殉葬，行义不义，杀一不孤而得天下，皆不为也。我是要得天下吗？我是要救天下。如果可以用几百人的生命就能救了天下，也值了。天下事，公等努力。你站住！你放开！崔琰，你不能这么做！你这么做，你就是儒林的罪人，你知道吗？崔琰，崔琰，你放我出去！你不能这么做！你不能这么做！放我出去！我都已经交代好了，事毕之后会有人放少府出去的。崔琰，你回来！这屋子里备有笔墨，我倒是很想知道少府将来会如何写我。崔琰，可惜呀，我已经看不到。你给我打开！十日合丧，于吉汝皆亡。崔琰，崔琰，你回来！崔尚书，久违。啊，久违啊！里面请吧。崔尚书，满府君，今日前来有何贵干呢？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满府君也是儒林之士啊。崔尚书巨儒乃是许都城最大的盛世，驾官身为许都令，理应前来。若是崔尚书跟世子们有什么需求，许都尉也好及时提供。如此，里面请吧。请。今日四方儒生齐聚，乃是天下儒林之盛事，同时更是为了
让后人们能够知道，我辈所处的时代，除了干戈战乱，仍有斯文存世，薪火相传。但是，在论文开始之前，我要先祭祀2个人。祭祀2个人啊？哪2位大儒去世了？赵燕和福完，他们不都是罪人吗？他们可都是被曹公所杀。赵燕是孔少府的学生，福完是秦汉儒门圣贤福生的后人，都是我儒林的楷模呀。除了我们，也没人敢给他们应得的祭祀啊。汉室存亡，在此一举。不好了，大殿要塌了！快！快走！把门打开！救命！救命！摆架乾隆观。大家快出去，这里不安全！祭祀之堂，谁敢喧哗？崔琰，你想让这些世子都做你的陪葬吗？满宠，你身为曹操身边的鹰犬，杀害2位先贤在前，扰乱祭祀在后，是何居心？曹操今日派你前来，究竟是意欲何为？陛下驾到！崔尚书，陛下，您……臣叩见陛下。众爱卿请起。谢陛下。既然孔少府在巨儒之际祭祀赵一郎与福国丈，朕也理应前来。崔尚书聚众位于此论道。道者，道者，万物之始，是非之纪也。一人立世有道，一国存亡亦有道。道
不只是用来规范臣子百姓，更应该规范国君、君王。朕的道，便是要在这个人命如草芥的时代，为每一次的牺牲都感到惭愧、内疚。如今汉室衰微，天下纷乱，朕希望诸位心存君子之道，去延续文明，庇护百姓，因为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时代走出乱世的希望。臣等谨记陛下教诲。陛下，陛下！满府君，请带着世子们有序退出吧。臣遵旨。诸位请。煮酒的火还尚温，多情空余恨。夜华的灯还撩人，长梦与幽魂。欲盖弥彰，他乡月光，荒凉某个眼眶。现实彷徨，阵阵风凉，沉沦了多少个心胸？上天。